原来我最大的使命是为袁氏集团培养继承人。我告诉你，姓顾的，造什么孽？生了你这么个白眼儿！我是他妈你！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吧？你是不是看别人难受，你特开心、特过瘾啊？混蛋，迟早会遭报应。我就是赖你走吧。必须滚蛋！从此以后，各走各的。我全听你的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顾总，你总算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人呢？见到老公这么激动啊？果然夫妻情深啊！不就是要钱吗？没本事找我拿就动我的女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点江湖规矩都不懂，怎么在道上混？少废话，钱呢？你放心，钱我有的是，但在给钱之前，咱们还得先把账算清楚，免得日后麻烦。算账？顾总不会这么健忘吧？1年前，我的兄弟为你卖命，死在了你的工地上，因为没买保险，你们想尽办法往他身上推卸责任，掏了20万想了事儿，那他妈可是条人命！那上有老下有小，20万算个屁！1年前，我应该还在陆广吧？我管你他妈在哪儿呢！行，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是不是陆广的陆景祥让你们来找我的？是他又怎么样？那个事儿就是你负责，你跑不了。顾清培，你今天要是老老实实交出那200万，咱们从此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哼，你们几个也是够蠢的，连顾清培的样子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找他要钱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钱没有，命有本事过来拿！半夜不睡，渴了带水，无影无圈圈，偏要表达深夜，个性反骨，只是唯独不服输，小虫偏要很大树，不要再看我像怪物一样，潜规则我该何必呀？常人不切实际的傻子，明知难墙，偏要装傻，
头破血流，不知悔改的倔强，不要再看我。你在用什么定义傻瓜？我凭什么要活在所谓的真相？凭什么这样偏执到疯狂死不退让？我凭什么要赢？不要再看我像怪物一样，只会令我傻瓜。我凭什么要活在所谓的真相？是这样偏执到疯狂死不退让。我凭什么要迎合所谓的真相？只有怎样至少我不应该自己的。活在所谓的正常。顾兴培呢？他在哪儿？今天上午打电话的是你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今天来了，要是他，应该出不了这个门吧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我要见顾清培。查出来了，他上了11点半的飞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半个小时左右落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的事别跟顾锦飞说。还有，婚都离了，就别拿自己当老婆了，最好划清界限，省得给自己找麻烦。他从来不会跟人说他的私事，更不会把他的手机给外人。看得出来，他很信任你。信任就算了吧，别给我找事儿，我就谢天谢地。你就叫袁洋吧。他跟你提过我？清培这个人一心只有工作，所以没什么朋友，更没有人肯为他这么卖命。我跟他虽然离婚了，但他是个好人。1年前那个项目，他跟我提过，一开始的负责人确实是他。可是后来因为工人们的保险问题，他和公司闹得很僵，最后领导就把他换了。所以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果然是那个陆老头搞的鬼。他们应该是去找清培的，结果被我撞上了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还去过清培的家，把整个家都砸了。你得告诉他，让他千万别回去了，得赶紧搬家。他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那帮人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下次恐怕就没这么简单了。一定要好好保护他，拜托你了。
行了行了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文阳，谢谢你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吭个声，想吓死我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谁让你进？我把门锁换了，钥匙在餐桌上，还有你的手机。你凭什么换锁？你有理住这儿。什么？哦，你睡你的房间，我睡客厅，影响不了你。这是我家，没有我的允许随意进出，这叫私闯民宅，你懂吗？你以为我愿意睡你家？要不是因为你让老袁把我的钱收走，我没钱开房，总不能让我睡大桥底下吧？你袁大公子有钱朋友那么多，用得着非得赖在我家？对，我就是赖上你了。你不是答应老袁要好好管教我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叶阳，再胡闹也要有个限度。在公司我已经很容忍了，现在又跑来我家，没必要这么赶尽杀绝。我认输了，斗不过你，明天我就向袁董辞职。怎么，高兴的说不出话了？也对，拔掉我这颗眼中钉，你就彻底自由了。我不是不服管，是不习惯被管。除了在部队，从来没人管过我。其实你说那些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是烦。烦老袁从小到大，一直拿我当球一样的踢来踢去。一出生就踢给我妈，把我妈气走了，就踢给我奶奶，后来又踢给管家，现在又踢给你。反正我在他眼里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我只有活着像他一样，才算有人样。那既然这么不愿意，那为什么还要进公司呢？没办法，我奶奶临终前就这一个愿望，我没法不答应。昨天晚上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把气撒在你身上，所以
所以我还是得住在这儿。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担不起那责任。林阳，人活着有很多种方式，每一种方式都可以活出自己。我知道你讨厌职场，但是讨厌不等于放弃，除非是孩子。身为成年人，没有喜欢不喜欢，只有应该不应该。那既然这是你应该走的路，那你跪着也要走下去。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吧？袁董开出这么好的条件，我确实很难拒绝。你放心，等我成功了，加倍还你。话可别说得这么满，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你自己。你这是瞧不起我？一个连自己情绪都控制不了的小屁孩，拿什么让别人信？好了，赶紧起来吧，该睡哪儿睡哪儿，明天上班别迟到。没问题，明天早上起来叫我。远洋，身为成年人，没有喜欢不喜欢，只有应该不应该。今天晚上，你就应该收留我。晚安。好，就这一晚上，下不为例。不是为难，期看穿因你的不安，还能成真，假装平淡，保留简单的嘘寒问暖，是想多一种习惯，承受多一份坦然。忘了转身，是习惯了体贴的片段，些许波澜，与你有关，有可能的慌乱，还是转身，放了我们迁就的不堪，那扇真诚的门，无论是谁都会走的诚恳。不是为难，期看穿因你的不安，还能成真，假装平淡，保留简单的嘘寒问暖，是想多一种习惯，承受多一份坦然，还是转身，忘了我们体贴的片段。再多波澜，与你有关，本能结束不该有的慌乱，只能转身，
扇幸福的门，无论是谁都会走得诚恳。喂，兄弟，昨天怎么回事？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啊，袁总，昨天手机没电了，到家很晚了，就没给您回。化工厂那边怎么样？他们已经在准备资料了，等我这边做完尽职调查，随时可以。好，不错。现在有另一个案子比较棘手，等你来了公司再细说吧。好，回公司见。你干什么？换衣服。不是你说上班要穿正装吗？我是说要穿正装，但不是穿我的。再说了，这儿没你合适的。哼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反正我也没有看上你，就你这几件破衣服，不是黑的就是白的，设计单一又没有款式，穿上它们啊，再和房产中介站到一块儿，简直一模一样。等一下。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这个是我几年前做房产中介的时候在二手市场买的，有点大，不过你穿应该正合适。什么意思？你说的对，上班呢得穿正装，既然定了规矩就要遵守。早上袁总还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他一会儿要到公司，你好好表现吧，别惹他生气。顾钦培。走。顾总总，袁总已经到了，他说他在办公室等你。好，一会儿你找一下小丹，让他把这次去南陵的资料都整理出来，还有你的会议笔记。顾总，我在这儿呢。顾总，您是在找袁助理吧？没事，一会儿再说。哎，庆培，来，坐。袁总，电话里您说的那个非常棘手的案子，应该就是丰美的5星度假村吧？没错，看来你做过功课。2年前，丰美就放出话来，各大投资公司一直虎视眈眈，但是丰美一直没有开价。我觉得他们是想自己做。所以呀，
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可是祥龙地产和丰美是兄弟企业，这么多年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而且据说，他们这回是卯足了劲儿，从国外请了几个非常顶级的设计师，做了非常完整详尽的企划案。想从他们手中夺过来，恐怕……商人嘛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只要我们的东西过硬，能创造最大的效益，他们没有理由拒绝。这样吧，化工厂的项目你先别管了，你集中精力拿下度假村，遇到什么困难跟我说，我一定全力支持。行，那我试试吧。青培啊，这件事儿无论是对于你还是对于公司，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把这块肉吃下去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，有情况随时沟通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次去南林，那小子没给你找事儿吧？没有，毕竟是第一回接触业务，慢慢来。拔苗助长的话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听说你们多留了一天。既然去了，我就带他多走动走动，认认关系。但愿他能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呐。袁总，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建议。你说？安排他相亲，给他找个女朋友。女朋友？对。有些话呢，我不方便说。您的话有时候他也不大听，虽然表面上做了，但是心里面不是真正的认同，这个不知道。但是女朋友就不一样了，也许不能立马达到效果，但是至少可以让他平和一些，不像现在这么冲动，这么难沟通。对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这个主意好啊，我来安排。叔，那个偷拍的视频我可丢了啊！停！我现在可是手里有料的人，你说话给我客气点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东西你给我放好了，老子没跟你开玩笑。放心放心，我又不是傻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过去找你拿。算了，我下班去找你。当时啊，老狐狸就冲在前方与敌人谈判，风生水起。小狼狗呢就守在后面一动不动，两只眼睛死死盯住对方。如果啊谁要是敢为难老狐狸，小狼狗就会冲上去一把。Oh my god， 那感觉，那画面，简直太有爱。然后呢？到了晚上，两个人角色互换了，怎么换？小狼狗冲在前面忙着，老狐狸站在后面吃肉。小狼狗时不时地转过身，看着老狐狸，像是在说：“我可以喝吗？”老狐狸就这么慈爱地看他笑了笑，像是在说：“喝吧，喝吧，喝多了有我。”我的天哪，一动一静，一文一武，实在是太搭了。你别打岔嘛。然后呢，老狐狸的电话被小狼狗接了是怎么着？对，还有他为什么要多带一点？去干嘛去了？别着急，精彩马上揭晓。那天早上，哎，小狼狗，袁助理，南化工厂的资料整理出来没？还没有，争取下班前弄完。还没弄完，在这讲什么故事啊？什么狐狸狼狗的？对，大家最近都挺忙的，讲个童话故事放松一下。上班时间放什么松啊？花钱请你们来找乐子啊？要是真没事就回家睡觉去，别在这拖拖。你怎么了？
应聘？大姐，除了这儿没别的公司了？这正好在招人，待遇又不错，我就想过来试一试。你得了吧你，你肯定是因为你前夫。对，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，怎么都不放心。我确实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来了这儿，我都能天天看见，总比我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的强。唉，你们女人啊，就是容易想太多，以后少看点电视剧。袁洋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如果我真的进了公司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跟他的关系，我不想他难做。不想他为难你还来？你少点假惺惺啊！你呀，巴不得全世界的女人都知道，你赵媛就是他顾清培的前妻，所以才找了个什么放心不下的烂姐姐，其实就是想来看着他，让那些女人少烦他，顺便再旧情复燃一把，复个婚什么的，对吧？金培，我刚到公司就碰到你的同事，顺便跟他聊了2句。好，去人事部报道吧。好。爷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前妻来公司上班，不会是你安排的？一会儿我们店的杨林呢是封委的大股东，大家都叫他杨老师，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叫他董事长。你说你们这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不尴尬？我们这回算是硬闯，他可能不在，也有可能不见我们。但是如果见上了，一定要注意分寸，争取留下个好印象。哼，你们这2口子挺有意思啊，一个是听不懂人话，一个压根就听不见。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？行吧，我没聋。我用人呢，只看能力，不求个人表现，包括赵丽，能不能最终留下来，全靠他自己，跟我没关系。只要你不多嘴，也没人会追我。铁面无私啊！先生，卓业的顾清培和他助理在门口要见你。说我不在，下个月回来。好的。您好，顾先生，杨先生不在，下个月才回来，到时候你们再来吧。哎，人在不在你不知道，还非得跑过去挨个屋看一眼。袁洋，不想见就直说，不用在这编理由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袁洋。有些事情不需要挑明白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因为即使挑明了也改变不了结局，只会让对方难看。你别一逮着机会就教训我，咱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想办法找到那个姓杨的。下个月就明摆着不给人机会了，现在只能联系他的司机，知道一回偶遇了。那简单。岳阳，杨，你干嘛？下，不是你说要制作偶遇吗？哎，杨老师，好巧哎！这些年，要不然你死在你爸手里，要不然死在我手里，你选一个。袁阳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，动不动就拿拳头说话？做事
得用脑子。我跟谁说话？跟我的竞争对手。你帮废物！其实你也挺可怜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带着出来谈事儿，以后你在车上待着。到了家煮点粥喝吧。全世界就在你眼里面，任凭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也不凋谢。让我郑重的告别，然后更好的再见，在视线的终点，在永远的起点，让我勇敢的向前，不负